被亲生父母找到那天，我带了个拖油瓶。贾千金捂着帕子笑，哪来的小孽种，姐姐怎么还带回侯府了？名义上的未婚夫直接拒婚到皇后跟前，义正言辞。而臣绝不能娶这种不干不净的女子。她仗着是皇上唯一的儿子，硬是要逼迫我母亲退亲。我默默应了。也好，省得我费心思了。毕竟我带回府那个是他亲弟弟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达达听书。凤仪宫里，皇后安静地端坐在凤榻上，面上有几分为难。在她下手，鹅黄色宫装的妃子正哭得厉害。娘娘可要为二皇子做主啊！陛下他只有殿下这么一个儿子，若是娶个生过孩子的女人做正妃，岂不是让人笑掉大牙？说着又看向我母亲，又气又埋怨。侯夫人也是，怎么连自己的女儿是谁都没弄明白，眼看着二皇子就要娶妻了，才来说府里那个是假的。搞错也就算了，又何必拿到明面上来说，捏着鼻子认了就是，非要让新来的认祖归宗，还牵连到二皇子身上，闹出笑话。二殿下那么金贵的人，白白被你们府里的龌龊事儿给作践了去。母亲长叹口气，又朝皇后一礼。娘娘有所不知，嘉柔是我10月怀胎的女儿，却被奸人所害，流落在外10几年。我实在不忍她的婚事被人抢夺，让那个贱婢一女占了便宜。话音刚落，莲妃猛然站起身，双眸隐隐含泪，愤怒中带了委屈。侯夫人这是何意？莫不是在指桑骂槐，埋汰本宫？母亲微愣，面上有几分尴尬。我这才想起，母亲曾说过，这位莲妃原是太后娘娘身边的洗脚婢，因着一场意外受了宠幸，本以为左右不过给个低些的位分打发了，不想她竟有了身子，还生下唯一的皇子，这才水涨船高封了妃。当今圣上不重玉，又与帝后关系不睦，倒显得她在后宫独一份儿。这些年没少仗着二皇子生母的名头，以未来太后自居，最讨厌别人提起她从前的身份。好了，皇后不轻不重地打断她的话，这事儿本宫心中有数了，不过这桩婚事是太后生前专门定下的，如今太后已故，本宫还要问过陛下的意思。莲妃听完，恨恨地瞪我一眼，反正这样没羞没臊，随便和男人苟且的姑娘，我们家殿下是绝对不会要的。说罢甩袖，愤愤离去。回去的马车里，母亲半撑着头，看起来很疲惫。我轻轻地替她捏肩上的穴位，良久，她悠悠地叹了口气，也不知今日带你进宫是对是错。我本以为自己是被爹娘遗弃的孤女，后来才知道自己是被人瞒着母亲偷偷调包的，而取代我的正是父亲在外头的私生女，顶替了我侯府大小姐的身份，顶替了我的宠爱，还有皇子未婚夫。好一会，我轻声开口，娘应当知道，皇家不会同意二皇子娶我的，为何还要走这一遭？他抬眸莞尔道，不进宫，怎么能让外头知道你的真实身份呢？你可知，今日进宫这一趟，我是瞒着你父亲和祖母的。他们想把这事儿瞒下来，对外宣称你是表侄女，让那个丫头彻底取代你，这我怎么能答应？说着看向我，眸中压抑着淡淡的恨意。我偏要把事儿闹大，让他们做梦去吧。回府以后，母亲先是陪我去秋荷院看了夜歌。她还小，趴在榻上睡得正香，刚坐稳，就有下人来报，说是老夫人有请。母亲冷嗤一声，手从夜歌脸上收回来，来的倒是挺快。我去会他们。起身看向我，面上有几分忧愁。我这儿倒是没什么，倒是你。早知道我当初就和莲妃打好关系了，偏偏开罪了她，等她做了太后，只怕……回来这段日子，我大约也知道些。母亲年轻时很得太后喜欢，性子也清高，自是看不上莲妃那般做派。我微微皱眉，母亲为何觉得莲妃娘娘一定会做太后？她揉了揉太阳穴，被懒得摇头。不是我觉得，是所有人都这样认为。陛下子嗣不丰，这么多年，皇子里只有二皇子安生的长大，除了他还能有谁呢？总不能舍弃7儿子过继一个吧？我低垂着眉眼，若有所思地开口：那倘若陛下不止一个儿子呢？母亲顿时笑开：那自然是极好的了。若陛下还有一子，只要母妃位分尚可，
金銮殿上那些老臣可就不会巴巴的守着二皇子了。只是，怎么可能呢？陛下现在连后宫都不怎么进，更别提有孕的妃嫔了。他哑然失笑，拍了拍我手臂。我先去了，你照顾好叶哥。我注视着小榻上宁静的睡颜，伸手摸出他衣内的墨龙玉，仔细端详许久，才重新放回去。微合上眼，我深吸一口气。这块玉是我洞房那天夫君送给我的。他曾笑谈，他身无长物，也不知自己是谁，唯有此玉赠我，日后再传给子女。这样的玉，今日我在二皇子身上也见过一块。原来临别那日，他没有骗我，他真是皇帝。3年前，我为了救一个陌生的男人，意外失了身。他没了记忆，他说要给我负责。没有亲人，也没有祝福，我们简单的拜了天地。然而不过短短半年，他说他恢复记忆了，我不能做他的正妻了。他还说他有妻有子，问我能不能给他做小。我声嘶力竭，问他为什么。他沉默许久，回了一句：朕是皇帝。我冷笑一声，将行李砸在他身上，也不知是信了还是没信。宁做穷人妻，不做富人妾。给我滚！他走了，走以前让我等他，他处理好一切会让人来接我。我怎么会应呢？他走的第2天，我就一把火烧了这里，转身离开。也就是那个时候，发现自己有了身孕。又过了3年，我被我娘的人找到，成了侯府的真千金。第2日一早，我才知道昨日前院大闹了一场。祖母气得病了，爹一气一下将管家权交给了春姨娘。母亲把自己关在院子里，开始闭门不出。连桥哭哭啼啼的将昨日一事叙述了一遍。原是父亲和祖母不满母亲自作主张，他们本意是贾小姐用我的身份出嫁，眼下闹开了，莲妃不仅不要我，连贾小姐也嫌弃上了。也是，于父亲而言，都是他的血脉，有何不同？甚至当年换子一事，他说不准也是心中有数的。只有二皇子和贾小姐自幼青梅竹马，听闻婚事有变，已然去乾清宫求陛下去了。过了晌午，有人来寻我，说是二皇子到了，让我去主院。我眉心微皱，忙跟了过去。到的时候，母亲已经在了。她脸色苍白，眸中带了血丝，像是没睡好。我安抚地拍了拍她手臂，站在她身侧。二皇子瞟了我一眼，冷哼一声：秋堂，你这野路子姐姐可真会惹事儿。母妃昨日拉着我哭了半宿，若不是父皇疼我，我们的婚事怕就要告吹了。带着拖油瓶还想嫁到皇家做正妻，也不看看自己有没有脸面。何秋堂正是占我身份的私生女贾小姐。她抿着嘴笑，眼波流转。陛下本就是最疼殿下的，不过这侧妃的位置对姐姐来说是不是委屈了些？我心中一个咯噔，忙看向母亲。她惨然一笑，摇了摇头。委屈什么？父皇说了，只要他把孩子送出去养，给他个侧妃的位置已经是抬举他了。到底我才是父皇唯一的儿子，他不过一个乡下来的村女罢了，难不成父皇还能为了他委屈了我去？我这才知道，原来皇帝不仅答应了二皇子和何秋堂的婚事，还给何秋堂提了个县主的身份。到我这里，便是让我把孩子送走，给二皇子做侧妃，也不算违背了对太后的承诺。到底二皇子才是他亲儿子，真是好心思。心底涌上淡淡的痛意，明知他不晓得我的身份，还是压抑不住的委屈。二皇子走后，我去了母亲房里。他神色倦怠，开口便道：嘉柔，是我对不住你。他倚在软榻上，半睁着眼，苦笑一声。陛下那里大约是要立太子了，这才急着给二皇子铺路。他知道你爹不喜你，二皇子又喜欢秋堂，这才愿意抬举他。计划赶不上变化，按母亲的计划把事儿闹大，连妃定然2个女儿都不要了。既能打击到侯府，还能给我争了身份，光明正大的将我和叶哥养在身边。千算万算，没算到陛下会横插一脚，用侯府女儿的婚事来抬举二皇子。听闻4个侧妃的位置都有了人选，无一不是权贵一家，只有我是沾了太后娘娘的光。这几桩婚事，怕是等过了宫宴就要板上钉钉了。自那日过后，府里都热闹了不少。祖母的病也好了，父亲也精神了，连下人们走路都是带着风的。这回病的人变成了母亲。
何秋堂来事急的时候，意有所指的笑。母亲何必呢？机关算计，还不是给旁人做嫁衣裳？莫不是忘了，如今做主的是陛下，可不是太后娘娘啊！母亲怒得厉害，倚在床上便壳边，伸着手指喊他滚。他挑眉，又笑意盈盈地将目光移向我。母亲那么大怒火做什么？今日我来侍奉母亲，他日姐姐可是要来侍奉我的。母亲这样欺辱我，就不怕报应到姐姐身上？侧妃听起来好听，说到底也就是妾呢。好在我也不是那等不容人的，总不至于搓磨了姐姐。吐，一口鲜血从我娘口中吐出，面白如纸。我抬手将茶盏砸过去，怒喝：滚出去！水花四溅，湿了她裙摆。她不甘心地撇撇嘴，到底没再说什么。回房以后，我安静了许久。自从我回府，母亲是唯一对我好的人了。她那副模样，我看了心中也不是滋味。先是我，再是母亲，下一步就该是叶哥了。闭了闭眼，我握紧了手中的墨龙玉。这侧妃我是绝不能当的。先嫁父亲再嫁儿子，没这个道理。看来我得从长计议了。还没等我想明白，府里传来消息，宫里要办宫宴给莲妃庆生。莲妃因为身份低微，生辰宴从未大办过，如今也是头一次。想来真如母亲所说，皇上想立太子了，这才抬举他身边的人。自从二皇子传了信儿，何秋堂就一直在讨好莲妃，如今要大办生辰宴，更是卯足了劲儿要出头。更何况二皇子隐隐暗示，陛下可能会在这天给他们赐婚。又过了10几日，宫宴如期而至。母亲提了精神，勉力带我和秋堂赴宴，怕影响了名声，一路上和秋堂安生许多，也不敢再作妖。在那里，我见到了裴向白，那是时隔3年，我第一次见到他。他变了许多，一身金丝绣龙的黄袍，坐在龙椅上，面容俊朗，姿态从容，看起来稳重威严，凛然不可亲，仿佛当初那个视我如珍宝，手足无措的低声又哄我的男人，再也不复存在。我娘坐在我身侧，轻轻拉了我手，低声道：小心些，不可直视陛下。听闻陛下3年前微服私访受了伤，回来后就变了许多，性子大不如前。你莫要言行不当，惹怒了他。我点点头，垂下视线，将自己隐在角落里。酒过3巡，莲妃愈发春风得意，缠着皇帝要他下圣旨。今日是他主场，皇帝也很给他面子，大手一挥，有太监拿着圣旨上前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定阳侯一女安平县主何秋堂温良敦厚，贤淑大方，今赐婚二皇子裴玉为正妃，长女何家柔品貌出众，次皇子侧妃，择日完婚。话音落地，皇后轻叹了口气：陛下是否给家柔一个封号，到底是太后娘娘定下的孩子。从我的角度，皇帝微微皱了眉，面容有几分不耐。一个侧室而已，要什么封号？朕都没计较他生养了孩子，做个侧妃已是抬举他了。此事莫要在意，二皇子天界贵胄，什么女子要不得？哪怕做妾也是要感恩戴德的。我身子微晃，心脏一阵收紧。他竟然这样说我，有温热的东西萦绕在眼眶，我几乎控制不住自己要落下泪来。连母亲在旁边唤我几乎都没有听到。怎么了，嘉柔？该谢恩了。我这才注意到，何秋堂已经跪在大殿中央，开始谢恩了。强压住眼中的泪水，我低垂着头，慢慢走到他身边跪下。心底突然涌上来强烈的报复的恶意，我跪地俯首，一字一顿地加重了嗓音：臣女谢主隆恩。四下寂静，砰的一声，茶盏碎裂的声音，茶水顺着桌案向下流，滴滴答答。隐隐觉得有灼热的视线烧在我身上，紧接着一道明黄的身影出现在我面前。他浑身紧绷，声音发颤：你抬起头来。气氛诡异的凝固，所有人目光都聚集在我身上。我撑起掌心，缓慢地抬起头，跪直了身子。裴向白的脸色随着我的动作一寸寸泛白，连嘴唇都跟着颤抖。我淡淡地凝着他，一言不发。很快，他微合上眼，再睁开已是一片清明。他一只手附在身后，环视一周，将底下人的神色尽收眼底，这才看向我爹：你这个女儿
倒是很像朕一位故人，合理地解释了他方才的失态。众人松了口气。接下来的宴席，他没再看我一眼，只与人笑谈间多少有几分心不在焉。半盏茶艺后，他起身要离开。莲妃见他要走，忙整个人贴上去，抱住他手臂撒娇。裴向白顿住，下意识瞥向我的位置，拖开莲妃的手，安抚道：胡闹，朕还有要事，改日再陪你。后排的妃嫔也都跟着站起来，恭送行礼。我收回视线，掩袖饮酒，心中暗自冷笑，可不是有妻有子吗？连妾室都一堆呢。一盏饮罢，有宫女为我添酒，不小心弄湿了裙摆。看他不慌不忙的样子，我心下了然，是裴向白要见我了。果然，他引着我到了一座偏僻的宫殿。裴向白正负手立在窗台，他换了便衣，看起来有几分从前的模样。他紧紧地盯着我，黑眸暗流翻涌，哑着嗓子：为何不辞而别？为何不等我？你来了京城，又为何不来寻我？一连3个为什么，我回答不上来，索性低了头不说话。他焦急地上前一步，掰住我肩膀：嘉柔，回答朕。我慢慢推开他的手，嘴角拧起恶意的笑：皇上请自重，臣女刚赐了2皇子侧妃，身份有别。他微愣，瞬间脸色铁青，气急败坏地躲起步来：你这是在怪我？你明知道朕不知那人是你，朕若是知道怎么会？我抬起头冷笑一声：陛下自然不知晓，陛下忙着给亲儿子铺路，赐一个侧妃而已，有什么要紧？一个失了贞洁带着孩子的女人，便是做妾也是抬举她了。那是别人。他猛地转身，双目猩红：你怎能一样？对上我视线的瞬间，他像是意识到什么，微微顿住。那孩子是朕的。在乡间半载，我从未见过他如此多变的表情。此刻这张脸带了几分希冀，小心翼翼地望着我。半晌，我点了头。他瞬间欢喜起来，一把将我拥入怀中：嘉柔，你放心，朕会想办法把你们母子接回来。侧妃的事儿你别管，朕会处理。我扬头望着这张陌生又熟悉的脸。30几岁的人，岁月并未在他脸上刻下多少印记。他姿容俊朗，他富有四海。我听闻过他以往的事迹：年少登基，天生帝王，上至文武百官，下至黎民百姓，无一不交口称赞。他有骄傲的资本，有后宫3000的能力。这样的人，我本不该与他计较的。我垂了眉眼，没有回答。回府以后，大家都疲了，各自回房歇息。第2日一早，都默契地聚在祖母房里请安。何秋堂正趴在祖母怀里撒娇，祖母抚着他长发，不轻不重地敲打着母亲：陛下要立太子，这事儿已经摆在明面上了，秋堂以后就是正经的太子妃，你莫要再偏心那个外来的，若是再分不清轻重，何家的主母可就真要换人了。说着瞟了我一眼。还有嘉柔带来的那个野孩子，宫里已经派了人来，等会你们母子告个别，就把孩子送走，再也不要回来，免得惹皇上和殿下不高兴。我娘原本平静的脸色顿时崩裂开来：不行，这孩子就算送走也该由我来送，怎么能随意处置呢？祖母重重地敲了下拐杖，怒斥道：混账，宫里亲自来人，哪有你说话的道理？母亲还要张嘴，被我轻轻晃了下衣袖，无声地摇了摇头。说了等2日，没想到裴向白的动作这么快。夜歌房里，宫人已经在等着了。来的是朱公公，陛下身边的红人。见到我，他一张脸笑出了褶子，谦卑地弓对腰：姑娘放心，皇上都交代了，奴才是万万不敢委屈了小主子的。叶儿是个聪明孩子，没哭也没闹，只巴巴地望着我，被朱公公抱上了马车。我垂了头，眼眶泛红。这孩子还从没离开过我。朱公公安抚道：姑娘莫急，姑娘和小主子的造化还在后头呢。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响起，是我娘，身后还有何秋堂他们。我娘脸色惨白，踉跄着要奔向马车。怎么这么快？叶哥呢？我将她拦住，扑在她肩头小声哭泣，被带走了。手指不经意捏了捏她掌心。她愣住，看向朝她颔首的朱公公，又看了看我，若有所思。
这会何秋堂也到了跟前，他脸上红扑扑的，像是赶得匆忙，望着朱公公目露欣喜。下人直说宫里来了人，没想到是朱公公，真是怠慢了，公公可否饮杯茶再走？朱公公笑着摇头，面上仍是一副恭顺的模样。小姐客气了，咱家还有事要办，就不叨扰了。那就不打扰公公了，劳烦公公亲自跑一趟。皇上对殿下当真上心，连这种小事都亲自帮殿下处理。朱公公半眯着眼，但笑不语。等人走后，他才轻蔑地瞥了我一眼，颇有自得。陛下有多重视二皇子，这下你看到了吧？还妄想留下那个孽种呢，那也要看看陛下同不同意。我没有理他，带着我娘回了监家院。四下无人，我娘坐到我正对面，严肃道：嘉柔，你老实告诉我，叶哥到底是谁的孩子？我微叹了口气，是陛下。什么？他猛地站直身子，直勾勾盯着我。竟然是陛下！所以昨日莲妃的宴会上，陛下当众失态，是因为认出你来了是吗？我点头。他又坐了回去，握着扶手的指甲捏得泛白，足以见主人内心的激动复杂。怪不得，没想到是这样，竟然是这样。说着，复又抬头看向我，圣上可说什么时候接你回宫？我顿了一瞬，反问道：母亲觉得我该进宫吗？他蹙眉，有些意外，自然是要进宫的，你本是皇子生母，不进宫能去哪里？我沉默下来，没有接话。似乎所有人都觉得我是应该乖乖进宫的，那里已经是我最好的出路。可没人知道，我本是想寻个普通人做正头娘子，安生一世的。可眼下我已经没了选择。侯府两位小姐要出嫁，府里渐渐热闹起来。随着婚事正筹备，宫里突然传出一个重量级消息，将这满京城的人炸得措手不及。祖母房里，何秋堂惊得几乎从椅子上摔下来。您说什么？皇上在民间有个皇子？这怎么可能呢？我爹也烦躁地踱步。千真万确，今日早朝的时候亲自抱进来的，当着满朝文武的面，连滴血验亲都做了，更何况那孩子长得像极了先帝。祖母白了脸，陛下这么重视这孩子，是什么意思？那二皇子那里？我爹顿了脚，微叹口气，不好说。我只知道，如今的二皇子不再是陛下唯一的选择了，现在只希望这孩子的母亲出身不高。何秋堂眼睛一亮，上前一步，那孩子的母亲是谁？人在哪里？据说，我爹拧着眉头，语气颇有几分怪异。在和陛下闹脾气，在道观不肯回来。道观？我眉心微动，原来裴向白是这样打算的。他想送我去道观，摆脱二皇子侧妃的名头，再入宫。母亲与我交换了个眼神，心下明了。接下来几天，宫里时不时传出消息，说是皇上宠爱极了小皇子，用膳入眠都要亲自带着，恨得连妃宫里的花瓶不知道摔碎了多少。许是无处发泄，连妃派了工人接我和何秋堂进宫，说是要教导规矩。他性子浅薄，怕是要折腾你们。母亲眉心蹙起，有些烦闷。陛下那里怎的还没有动静？罢了，若是折腾太过，我去求皇后就是。帝后向来不睦，若非大事，皇后是极少出面的，寻她估计也无大用。不过我没在意，进宫的话，或许能见到印儿。我已经许久未见她了。我与何秋堂上了进宫的马车。母亲所料不错，连妃确实来者不善。长乐宫里，她翘着凤兰花染过的指甲，皮笑肉不笑。你们两个，一个乡野出来的，一个来路不正的，本宫担心你们伺候不好二皇子，特地请了嬷嬷教你们规矩，以后你们两个每日来我这里几个时辰，莫要耽搁了。我回府时，母亲曾派人教导过我规矩，虽比不得何秋堂，却也是让人挑不出错的。可几日下来，明显察觉到连妃有意针对于我，比如她又一次将茶盏摔到我脚边，冷声斥责：奉茶都不会，你娘不是最懂规矩了吗？连这个都没教你吗？水渍沾上裙摆，一片狼藉。我被带下去更衣，许是站得久了，脑中一片眩晕。直到进了厢房，我终于察觉出不对。门外传来隐约的对话声：你确定他喝了吗？娘娘放心，我亲眼所见，是何秋堂和连妃。
一个不干不净的女人，也敢来占皇儿的侧妃一位，也不看看她配不配？太后定下的又怎样？本宫最厌恶别人用太后来压本宫。还有她母亲，本宫生平最恨的就是她，仗着太后喜欢搬弄是非，虚伪至极。娘娘，这样做会不会出事？怕什么？太后已经死了，皇上现在一心扑在小皇子身上，不过死个侧妃，不妨事的。莲妃，她要害我。我挣扎着想从侍女手中逃脱，却没有半点力气。耳畔响起莲妃高昂的叹气声。何家的姑娘当真是厉害，本宫怕是教不了她了。也罢，你们将人送回去吧。我一口气没接上来，整个人昏了过去。醒来的时候是在马车上，四肢酸软，浑身无力。我奋力地掀开车帘，正是平日里的车夫。四下一片荒芜，眼见不远处便是万丈悬崖。见我醒来，他动作不停，马车疾驰得愈发快了，他的脸上分明是必死的决心。原来他早就被买通了。眼见距离悬崖越来越近，我心底生出强烈的恐惧与不甘。我不想死，我还没见到叶哥，我不能死。眼见到了悬崖边上，马儿一声长啸，连人带车翻了出去，整个人不受控制地坠向深渊。千钧一发一计，风声呼啸，一只手抓住了我。睁开眼，只见裴向白正担忧将我揽在怀中。嘉柔，醒醒，嘉柔！劫后余生的欣喜和恐惧几乎将我淹没，我几乎不受控制地哭倒在他怀里。你怎么才来？他痛惜地抚住我长发，是朕不好，让你受了委屈。脑海中浮现莲妃那张娇柔的脸，我恨恨地抓住她的衣领，咬牙切齿。是莲妃，是她要杀了我。她眉心微微皱起，神色复杂。朕知道，我却没有注意，颤着手指怒得发抖。她一次次辱我，还要杀了我。阿白，你要替我报仇。空气安静下来，止于风声呼啸。良久，我察觉到不对，这才仰头看他。他的手从我黑发上拿下来，长叹一口气。嘉柔，你愉悦了。我整个人愣住，直勾勾看着他，心一点点往下沉。这个人曾经连我被人算计多收了几文钱都要替我讨回公道的男人，半点委屈都不让我受的男人，如今在我劫后余生的时候，冷淡地告诉我你愉悦了。注意到我的视线，他有些别扭地抿了唇。我知道你出事了，就放下一切，亲自过来寻你，就怕来晚了出了意外。嘉柔，你也要为我想想。立太子在即，这个时候我不能动莲妃，你且等等好不好？她毕竟是二皇子的母妃。整个人仿佛坠到冰窖中，冷得彻底。我原以为我在他心中是不一样的。顿了会，我轻声开口，那叶哥呢？他沉默片刻，朕想了许久，我自然是藤叶儿的。可立二皇子为太子的风声已经传了出去，如果这时候更改，二皇子他以后怕是没活路了。嘉柔，二皇子也是朕的骨肉，别让朕为难好不好？我被裴向白送到了道观，临别时他告诉我，等风声过了，他就派人来接我，引我进宫。我浑浑噩噩地度过了3天。第4天，皇后来了，她一身夜行衣，手持长剑，英姿飒爽。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朝气蓬勃的她，不像平日里平静安然的像个活死人。我沉默地为她斟了杯热茶。娘娘，你赢了。你说的是，我应下了。她目露欣喜，悠然坐在我对面。你能想通就好，我早告诉过你，陛下对你有爱，却止步于此。你若不为自己和叶儿打算，定然死得很惨。你以为陛下当真不知你在莲妃宫里那几日是在受欺辱吗？你知道陛下是如何说的吗？他说你性子执拗，因为不能做正妻，就要带着孩子离家出走，学些规矩也能好好磨一磨你的性子。当然，他也让人留意的，不会真的让你吃大苦头，这也是他及时发现你被人害的原因。这些可都是朱公公亲口告诉我的。朱公公是皇后的人，我很早就知道了。我与皇后打了个赌，赌我在陛下心里到底有多少分量。他赢了，我帮他谋害皇帝；我赢了，他亲自去御前自裁，所以才有了这场戏。莲妃不知自己的所作所为早落在皇后眼中了。我们不过是将计就计，那一日若是陛下没出现，也会有人出现就吓我。可惜我输了。
我高估了自己和叶哥在他心中的分量。他只想叶儿上位，他的二皇子可能会死，他怎么就没想过二皇子上位，连妃会不会放过叶儿，放过我？他说他会庇护叶儿，可是我已经不再相信他了。我答应了皇后的请求，作为回报，他会帮我扶持叶儿当上太子。这天我这才知道他有多恨裴向白。原来他当年为了娶她稳固皇位，暗中害死了他的未婚夫。在这个牢笼的每一天，我都想着怎么让他给秋郎偿命。可惜他油盐不进，又不好女色，这么多年膝下只有一个二皇子，连妃又是不争气的。直到我发现了你，哈哈，苍天不负我。他是看重你不假，可是嘉柔，他更看重的是他自己，他的皇位。所以不要随便相信一个男人的真心。那一晚，他又哭又笑，泪流满脸。以后我冷静了许多，不再自怨自艾，浑浑噩噩。道观清闲，平日里人来往不多。渐渐的，我也听到了外面的传闻，说是何家姑娘受不了莲妃娘娘的教导，闹着要走，结果游玩途中不小心坠下悬崖，车毁人亡。众人感慨两生命薄，便也没了声音。就连侯府到了生晦气，照旧替何秋堂准备婚事。皇后的动作很快，没多久宫里传出二皇子办事不力，遭陛下训斥的消息。然而这只是个开始，没几日，二皇子联合地方官员贪墨赈灾银两一事也跟着被揭发出来。一时间朝廷哗然。听闻皇帝气得厉害，御书房里直接拿镇纸砸伤了二皇子的额头。二皇子一党级的焦头烂额，连连妃也吃了挂了。我倒没想到皇后的母家崔氏一族的能量这般大。不过也是，若是普通士族，皇帝也不会害死人家心上人，也要上门求娶了。这些年，皇帝忌惮崔氏，已然削弱了他们不少势力。皇后告诉我，崔氏将鼎力助我与三皇子裴业，条件是日后裴业登基善待崔氏一族。没过几日，宫里传来消息，要迎三皇子生母陈妃娘娘进宫。陈妃是给三皇子生母的封号，也是裴向白给我的封号。陈尊贵一义。我明白裴向白的立储一心动摇了，他开始将目光移向了叶儿。我进宫那天日光正好，后宫众妃，侯门命妇无一不在，可见皇帝对我的重视。我顶着赤金南珠海棠凤冠向他行礼。我第一次这样盛装打扮，裴向白看直了眼，良久握住我的手，哽咽道：“回来就好。”同样呆住的还有一众命妇。宫廷来往间，我也见过他们几回，自然有人认出了我。敢问陈妃娘娘可是出自永宁侯府何家？我微笑颔首，众人这才恍然，原来如此。皇帝千方百计来这么一遭，就是为了洗脱我身上二皇子侧妃的名头。原来皇上微服私访期间遇到的竟然是明珠蒙尘的陈妃娘娘，当真是天赐良缘，可喜可贺。也就陈妃这样的人才能生下三皇子这样聪慧的孩子。一阵唏嘘讨论间，唯有祖母和何秋堂惨白了脸。同样白了脸的还有皇后身侧的莲妃，她像是见了鬼一般，整个人受到了巨大的惊吓，不可置信地往后退。皇后好笑地拉了她一把，她惊了一跳，险些摔倒在地。当夜裴向白陪了我一整晚。第二日下朝，我去给他送吃时，他发了很大的脾气，奏折甩在地上，散落满地，一双黑眸暗红，恶狠狠地盯着我。嘉柔，你是不是也以为朕要改立太子了？我跪地俯身，不卑不亢，臣妾不敢。他一怔，突然就泄了力气，无力地摆了摆手。朕不是要怪你，你别多心。我起身，柔声道：“臣妾明白。”他定定地看了我一会，苦笑道：“嘉柔，你变了。若是曾经，你定是要发脾气同朕闹的，连你也和朕生分了。”我知道我应该笑着安抚他，可我没力气了。他说的是，我们早已回不到从前了。皇后私下里告诉我，皇帝还是下不了决心。尽管宫里宫外都巴不得二皇子倒台。二皇子这些年仗着唯一的皇子身份没少作恶，墙倒众人推，向来如此。至于永宁侯府，一直在给我递牌子。我只见了我娘，她告诉我爹让她传个话，说是永宁侯府上下全力支持三皇子，
赴汤蹈火在所不辞。我爹是个聪明人，一个是皇子生母，一个是不确定的太子妃，用脚趾头也知道该怎么选。为了向我投诚，他甚至给何秋堂进了足。二皇子失了人心，三皇子小小年纪却天资聪颖，朝廷上下渐渐开始一面倒。与此同时，裴向白的身体日渐衰落了起来，甚至时不时卡出血来。太医诊断是在民间受伤时伤了心脉。皇后与我对视了一眼，无声地垂了头。那要下在欢好一时，一般人察觉不出来，查来查去，不过是心脉衰弱，立太子迫在眉睫。只是还差了个契机。这个契机在二皇子为证明自身，亲自领兵杀海寇的时候出现了。他断了一条腿，伤了子孙根，从此再不能有子嗣。莲妃一夜白头，几乎哭断肠。皇帝大受打击，吐出一口血，陷入昏迷。等他醒来，已是2天后。我将奏折铺在桌案，柔声道：“立储吧，陛下。”他冷冷地望着我：“立谁？”陛下说笑了，陛下是一国一君，自然是想立谁就立谁。他将手撑在案头，几乎笑出了眼泪。嘉柔，我们怎么就走到这一步了？你们都在逼朕，朕不过是想一碗水端平，不过是想你们和和睦睦，怎么就这么难呢？你们为何非要为难朕呢？我没有说话，亲自研墨，将笔递到他手心。他长叹了口气，紧紧握住。他消瘦的厉害，力道也失了不少。最后一个字落完，他将笔墨一扔，合上眼。嘉柔，看在我们夫妻一场的份上，别杀他。你和皇后的事，朕不计较；你给朕用药的事，朕也算了。朕只要求你这一件，留他一条命。我微愣，答应了下来。到底是裴向白，就算一时被蒙蔽，很快也能查清楚。只是这次他知道的太晚了。第2日，皇帝被人扶着，亲自上朝宣布立三皇子裴晔为太子，崔相、郑将军等人辅国。他心力不足，没一会就疲了，宣布散朝。御书房里，他递给我一块令牌，有气无力。这是朕的金龙位，只听朕一人号令，你拿着以防万一。崔氏不可不防，至于皇后，她是个好的，是朕对不住她。等朕走后，莲妃殉葬，至于皇后随她去吧。说罢，他吃力地扣住我掌心。嘉柔，朕没告诉你，和你在香水湾那些日子，是朕此生最快活的时候。我不后悔。掌心的力道慢慢变轻，最后彻底滑落。随着一声哭喊，皇上驾崩了。我眼角的泪也彻底滑落。皇后赶来的时候，愣了许久。她先是痛哭，哭着哭着又笑了。我不得已将人送了回去。她用力地抓着我，指甲泛白。他死了，他终于死了，我终于给秋郎报仇了，哈哈哈！我叹了口气，转身离开。二皇子带了何秋堂来守灵。自从二皇子不能人道，莲妃就强逼着我爹把人嫁过去。我爹问过我的意思后，也随他去了。婚事办得简单，可怜何秋堂刚进门就守活寡。见到我，他像是受惊的兔子，红着眼躲在二皇子身后。二皇子伤了一条腿，走路也一瘸一拐，正防备地盯着我。我瞥了他们一眼，没理会。我答应裴向白留他一命，自然不会杀他。只对这种人来说，说不定活着比死了还痛苦。殉葬那天，是我送莲妃上的路。他惊恐地望着我，一步步往后退。你是人是鬼？你不要过来！我攥住他手腕，用力地向后扭。你说呢，莲妃娘娘？他惧怕的要躲我，却被人按住身子，只得不停地尖叫。怎么会这样呢？你这种人连给我儿子做侧妃都不配，你怎么可能做太后呢？你怎么敢？太后是我的，我才应该是太后的。言行无状，机遇癫狂。我将人甩开，侧身点了点头。很快，2个工人拿着白绫走了过去。我没有再看，转身出了门。2年后，叶儿长大了许多，容貌和先帝越来越相似。他早已登基，小小年纪行事如大人一般。皇后不，太后崔如来找我告别。这2年，她陪着我垂帘听政，一点一滴地教我。她是清河崔氏的嫡女，见识自然不同一般人。如今朝廷稳固，
你处事也愈发成熟了，完全可以独当一面，我就不陪你了。我自小就向往江湖，与秋郎也结识于江湖，如今也只想回到江湖中去，做回洒脱的侠女。嘉柔，你不会阻止我吧？他歪着脖子朝我笑，眼眶渐渐湿润，我背过身去，点了点头。他也渐渐红了眼，泪水无声滑落。这些年相濡以沫，早已将彼此当成自家人。3天后，崔太后驾崩，群臣哭灵。我没去。城楼一上，我一身宫装立在中央，送他最后一程。一个人，一匹马，一包行囊。崔如回过头，用力地朝我挥手。我一挥手，报一一笑。崔如，山高水长，有缘再见。全文完。达达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